如果你问我华语古装电影在什么时期拍的最精良，我会告诉你是70、80年代。如果你问我华语古装电影中哪一部战争场面还原的好，那么我会推荐你看《宋锦师》。这部电影于1955年上映，是中国的第一部古装战争巨制。虽然这部老电影到现在已经有63年了，但在很多军事论坛和贴吧仍然有较高的地位。电影拍摄时候动用了部队的大量骑兵来协助拍摄，还请来苏联专家作为顾问。除了有宏大的场面外，更是还原了中国古代战争的布阵、变阵、进攻。今天的很多战争影视剧只能叫打架斗殴，而这部电影才叫打仗。其他的像兵器、服装方面也比较真实。要知道，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，距离清朝灭亡也就几十年，稍微上点年纪的人是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的。故事讲述了1860年，正当太平军和清军在长江流域激战的时候，英法联军侵入北京，率兵抵抗的亲王森格林沁全军溃败，清廷最终只能割地赔款与洋人议和。国库空虚的清廷随后巧立名目，以团练费的名义让老百姓捐钱交粮。但是山东已经是连年灾荒，老百姓连树皮都吃光了。面对如此繁重的苛捐杂税，农民宋锦师带头到官府门口看捐。县太爷被逼之下答应取消捐税，可暗中却派人追杀宋锦师。宋锦师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率众起义，成立了黑旗军，誓死和清廷对抗到底。黑旗军和白莲教等各路人马一起联合作战，很快就攻克了数座城池。清廷朝野震动，特派钦差大臣慎宝前来镇压围剿。一开始宋锦师的黑旗军将他们给击退了，可当时恰好是秋天的丰收季节，黑旗军的一部分士兵就请假回家收谷子，不然就都烂在地里了。慎宝得知后就趁其不备，派清军连夜进攻，措手不及的黑旗军被打得七零八落。好在宋锦师临危不乱，和清军展开了困兽之斗。半个月后，慎宝接到了咸丰皇帝驾崩的消息，要他立即回师攻打捻军。慎宝只好说服宋锦师归顺朝廷。宋锦师为了保存战斗实力，就答应了。慎宝走后，宋锦师立马率黑旗军返回山东，打败了柳林团。清廷一看势头不对，立马派森格林沁带大军前来镇压。两军交战前，清军组成了步兵空心方阵。这种阵法最早来自于春秋时期，是古代常用的一种阵法。这种阵法对骑兵的防御力极好，因为马的天性就不敢往长枪上冲，所以黑旗军的骑兵多次发起进攻，都无法突破清军的阵型。森格林沁见状后，派左右两边的骑兵进行包抄，中间的步兵改成一字排开的一字阵发起总攻。这种阵法适合用来追击和大面积的扫荡，可以有效识破敌人的埋伏。这个时候，黑旗军采用了锥形阵，这是一种很有效的冲锋阵法，还有割裂敌人阵型的作用。随后清军被打得仓皇逃离，英国的洋枪队立马出场，联合清军将黑旗军团团围住。几乎陷入绝境的宋锦师就派人去告诉森格林沁，有种就不要让洋人上。果然，森格林沁一怒之下就贸然发动追击，中途遭到黑旗军的伏击，最后全军覆没，森格林沁也被宋锦师当场斩杀。大获全胜的宋锦师很明白，如果要推翻清朝，自己一支孤军是难以成功的，于是说服部下率兵渡过黄河，加入了太平军，和他们一起继续攻打清廷。在历史上，黑旗军后来是以失败而告终。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中，农民起义都属于官逼民反，不得已而为之。好吃好喝的，谁还去造反？可农民起义很少能有成功的。不要看着人数动不动就几十万，甚至上百万，实际上组织松散，缺乏正规的军事训练，有的甚至可以说是乌合之众。特殊点的像李自成，虽然取得了全局性的胜利，结束了明朝，但是他没有真正治理国家的能力，只能破不能立。虽然推翻砸烂了原来的朝代，但是并没有建立出新的社会秩序。但他们在推翻上一个朝代的残暴统治中都发挥了不少作用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历史进步。